师父，撑住，等收够香火，我塑你成佛，修好神魂。少猫哭耗子儿，为师还没死。小子，你与我赤炼圣教有缘，想成佛吗？尊主，阴魂不散啊！别装了，你那点不甘骗得过别人，骗不过我。你那柄万魂幡凭什么压得焚香门弟子喘不过气？因为那是天书秘术，专为阴魂而造的杀气。前辈不也想要？焚香门已收了大半，继承天书，这天下就只剩他一家。焚香门胃口不小，赤炼魔尊当年就被无绝魔尊暗算重创，吾门趁势围杀，秘术落进焚香门。无绝魔尊不是第一个死的。想知道真相，去清关山看他的尸身。你既得了一部天书，想不想再学一门？杀几个人，10天半月就突破，何苦苦修？杨某想拖我下水，多谢尊主指点。师父，这门秘术能洗罪、修神魂，忍着点儿。孽徒，你欺师灭祖！凭什么你不痛？一定是偷用来解法！师父，这法术只罚有罪的人，我清白，自然不痛。欺师灭祖，认个错，罪就抵了。师父，你到底做过什么？这账我不认。今日来是向你道别。莫姑娘要回焚香门？谢礼，天书秘术的，还有替我洗冤的。礼轻情意重，姑娘不必。我信你才怪。这人情重的还不起。我闭关3年，出关到通玄，便请你和苏纯一去清关山。焚香门的地盘，约战，这不是请我去送死？你别来，千万别来！我要是给门派交代。放心，我写封认书信送去便是。卜算第3纪，若已结缘，不可算缘尽之时。此话何解？自己悟吧。3年后，我又能到哪一步？这一次，一口气将气海练到极致。你修行进神速，即将踏入罡煞炼体之境。你可知道，罡煞炼体亦分多个品阶？小子修行时日甚短，见识也不多，还请尊主为我指点迷津。所谓罡煞炼体，关键在蜕变，突破肉体凡胎的先天桎梏。寻常罡煞能让血肉溃烂，
破其本来模样。此时再引导灵气滋养血肉，破而后立，方可攻城。如此一来，自然痛苦万分。寻常修士每次修行只能伤其皮肉，循序渐进地改造肉身，从外到内，但难以深入内脏。只因这五脏六腑着实脆弱，稍有破损便要死于非命。所以钢煞炼体最下品练的就是皮肉，中品可炼制内脏，上品则可炼制骨髓。如此才是真正脱胎换骨，成仙有望。我有焚香门的金刚伞，以此物辅助修行，能否达至上品境界？这金刚伞功效不过是锤炼皮肉时有用，而且是以闭塞血肉的办法来减轻痛苦。表面上看是更方便炼体了，但终究只是下品。而且用了这金刚伞后，想要再练内脏、练骨骼，便事倍功半了。这金刚伞竟然还有副作用，那怎么还值好几万藏珠？这魔头该不会是骗人吧？请问尊主，要如何炼体才能得上品道果？这数月以来，我也教你不少东西，但便宜不能白占，不是吗？还请尊主示下。不过晚辈修为低下，怕是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宝贝。放心，不要你的宝贝，就你手上的东西，我还看不上。不过，我要你为我做一件事。杀人放火，不错，果真聪明。恕难从命。别急，不是让你去杀戮无辜。涅槃宗你应该知晓，我要你杀的便是涅槃宗弟子。涅槃宗祸害天下，杀了他也算你做了好事。以尊主的手段，哪里需要我出手？告诉你也无妨，我如今是丧家之犬，正道武门一直追查我的下落。我若是现身，张琪的剑意便要穿破虚空，落在我的头上，所以只能让你替我出手。只是杀个涅槃宗的魔头，不是一个，是一群。这些小魔头伪装了身份，建立了门派，我要你打上门去，灭了他们满门。若是成了，我便将上品炼体之法教你。容我考虑考虑。稀客，你怎么来了？耶，你的气海已经满溢了。努力修行了数月，总算有些得意。这叫有些得意？我都嫉妒的要生出心魔来了。别跟我来这套虚的，你修为提升如此之快，是来求教的吧？敢问王师兄，我听闻这钢煞炼体也分上中下三品，不知是真是假？你从哪儿听来的？这说法要追溯到1000年之前了。不过你说这个确有其事，只是一般的散修想要练成上品道体，相当艰难。钢煞炼体本就非常痛苦，只是皮肉之苦还能忍耐，痛入骨髓，便真的要命了。那这上中下三品之间差异在哪？最为直接的便是寿元，下品道体可增寿100载，上品道体增寿800。除此之外，上品道体更容易感悟天地，更有可能突破通玄境。那清河剑派可有练就上品道体的秘术？以你的天赋，100年时光足够你突破通玄了，也不必强求上品炼体之术。怎样，
打听了一整天，知道我所言非虚。与尊主这等老前辈打交道，总得谨慎一些。毕竟，我这腿上还留着牙印。莫要将旧事重提，我也不会松口。我也不怕告诉你，如今这时代丹药泛滥，尤其是焚香门的金刚散一出，人人追求舒服，这上品炼体之法早就少有人用了。你想打听便尽管去，但给你100年时光都未必能找到。你如今修为正是勇猛精进之时，断了这个势头，你有几个100年可以浪费？尊主还是先说说这个涅槃宗伪装的小门派。你也不用担心，我既然让你出手，这些涅槃宗的魔头自然是很容易对付的。他们加起来也就30-40人，为首3人也不过通玄境。力有未度，告辞。区通玄境而已，你又不是没杀过。我可打听了不少关于你的消息，还未到白骸谷之前便杀了2个通玄境的魔道之人，如今修为高了这么多，又有诸多宝贝护身，你怕什么？尊主，我有自知之明，之前杀的2个魔头，都是趁他们将要夺舍之时设下陷阱，这才将他们神魂灭了。真正的通玄境哪是我能对付的？你这不叫自知之明，你这叫自我菲薄。你真以为通玄境都像苏纯一那般厉害吗？也差不了多少，杀我都用不了1招。错了，大错特错！我看你是毫无斗法的经验。不过如今我说什么你都不信。这白骸谷有个斗法擂台，你不妨去试试，到时候你便会知道。不管是张琪还是苏纯一，又或者是白骸谷里那个懒货王逸晨，清河剑派的修士一直都是论外。斗法擂台本来是5大门派用来锻炼新人弟子的，还有一个榜单，只要榜上有名，便能每年领取1份苍珠作为奖励。不过这些年榜单几乎不动了，你可以去挑战一番，确认一下自己的本事。竟然还有奖励，谁发的？当然是5大门派，难道是那些穷鬼散修吗？以你如今的本事，若是去挑战，便冲着前3之位去吧。若是连前3名都拿不到，那便将我教你的东西都忘了，省得坏了我的名声。就这个了。哟，我还倒是年纪大了，耳朵出了幻听，没成想还真有人敲响这擂台的铜钟，且还是陈道友你。鲁道友，怎会是你在此处？这本就是5大门派弟子相互切磋的场所。上一回举办斗法大会，清河剑派的苏纯一苏姑娘赢得太过轻松，这几年间也没听闻有哪位天才人物能与苏纯一相媲美。5大门派自然不再参与这斗法之事。那我如今摘下名牌，敲响了铜钟，还能与人斗法吗？自然可以。铜钟敲响，被挑战之人便要应战，最多10日便要给予回复，逾期的话就当自动认输了。陈道友可以回去等待通知。你手上的名牌其实是一件法宝，等对方有了回应，我自然会以此通知道友。这震动是何意？是有人应战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竟然还有人惦记着斗法擂台，还响应得这么快。请陈道友在此等待。这擂台斗法可有什么规矩、法宝、符咒等等，都能用吗？手段不限。在开始斗法之前，我们为2人加持一道防护法术，一旦这道法术被打破，或者护身的光照变成红色，便算是输了。是谁挑战我破山剑李明路？还真有胆子！这不是之前出尽风头的陈道友吗？听说你孤身硬闯焚香门，只可惜当时我不在谷中，不然定要见识见识陈道友的本事。
还请道友赐教。放心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好久没打擂台了，我都有些手痒了。既然双方都已经准备好，那便请带上这2道灵符。2位请将这灵符佩戴在身上，以灵气开启之后，便会形成一个护身的光罩。光罩破碎，或者变成红色，便算是败了。承让。技不如人，我认输了。陈道友，这是怎么了？明明赢得如此轻松，看起来反倒是你才是输的那个。这李明禄是不是故意输的？陈道友何出此言？可是他也输得太快了，他就随便拿把剑挡一下，这就算斗法了？陈道友，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，光是你身后这个剑匣，便已经是散都中可遇不可求的厉害法宝了。我还能继续挑战吗？当然可以，不知道道友还想挑战哪一位？我要挑战第20名，宣楼派的秦泽。陈道友可要想好了，这位秦泽早在数年前便已完成钢煞炼体，如今说不定已然踏入通玄境。我心意已决，便是这位，还请鲁道友为我安排。既然如此，好吧。按照规矩，挑战前30名需要先缴纳苍珠1000枚，若是对方有所回应，这块名牌便会发出震动。陈道友可以暂时回洞府等待消息。师父，徒儿有事相学。你又想问我犯下什么罪孽吗？不说，为师懒得说。我想请师父你与我说说你的斗法经验。师父你好歹是通玄境，又活了好几百年，斗法这方面总比我经验丰富。之前你修为太低，为师也没教你斗法，如今确实应该补上来。至于蜃楼派，你需要注意他们的幻术，这门派最擅长虚实变化的手段。你精于阴阳五行，就不需要我废话了。你这小子钻研了整整1晚上，怎的不见你写下自身的长处？长处？师父，你是指我的法宝？非也，法宝这东西大部分时候看运气，如何运用才是你自己的本事。你的万魂幡与剑匣都是厉害的宝贝，但你自身的长处究竟为何？若抛开法宝不谈，自己在斗法之时，当真有擅长的本事吗？师父，那你所擅长的又是什么？你问我？当然了，师父你虽然夺舍多次，连神魂都衰弱不堪，但你能以散徒身份修炼到通玄境，肯定有过人之处。为师最厉害的本事其实是身法。师父是指逃命的本事吗？这般说倒也没错，为师凭借着身法躲过了无数次必死之劫，这才得以苟活数百岁。那师父你为何不教我身法？教你教过啊，只是你自己学不会而已。这是什么时候？便是为师朝你扔石子的时候。那不是您故意虐待我吗？我那是在测你的天赋，你若能轻松躲开为师扔出的石子，便有资质学习这身法。可你每次都躲不开，我便知道你学不了。徒儿还不是怕师父你扔不着，一生气将我给杀了。你现在教，说不定我就能学会了。你若不信自己没天赋，那我问你，从这儿到洞口要走多少步？30步左右吧。以你的步速，27步半就到了。不信你试试。
这便是天赋。为师当初与人斗法，能少走一步便少走一步，能以毫厘之间躲过，就绝不浪费多一分力气。但你不行，你最多只能练得熟练，却不可能达到为师的境界。靠法宝和靠山欺负人，怎么听着我才是故事里的反派？这或许便是你所擅长的。借势有时候也是一种本事。为师当年若是有你这本事，我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借势？不错，所谓斗法，那是赢者通吃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赢了就行，输了就死。我还是个卜者，怎能傻乎乎的与别人正面对决呢？诸位，请助我修行。多谢师傅指点，这场斗法我一定能赢。你都算出什么来了？不可说，说了就不灵了。哼，我最不喜欢装神弄鬼的卜者。不过你也别那么得意，万一这秦泽真是通玄境，那他便有一门神通。师傅，你也是通玄境，你怎么从来不告诉我你领悟了什么神通呢？没什么用处的废物神通，我都懒得说。对徒弟也防一手啊？为师这是在保护你。无人打扰，如此正好。麻烦诸位按照我所画的图案布置。这万魂幡当真好用。不愧是魔门第一法宝，若是这阴魂再多一些就好了。紫烟师伯，怎么劳烦您老人家过来？有什么吩咐，唤我一声便是。我听闻你突然闭关炼制法宝，担心你出意外。不过如今看来，你已经降服了心魔。师伯误会了，我并非已经降服心魔，只是那陈烨欺人太甚，我不能再输给他。不能再让蜃楼派的声誉受损。此事看来并不简单。我与那陈烨有过一面之缘，他并非沽名钓誉之徒，否则也不会将散修联盟的盟主拱手让人。如今都过去大半年，他突然腰战，此事怕是另有蹊跷。师伯的意思，这散修还有更大的阴谋？此事确实有些鬼怪。不过既然对方已经约战，你也不可弱了我蜃楼宗的名头。此战你必须要胜，还要赢得漂亮。弟子明白。你若真只是找人切磋，怎么将擂台都翻修了一遍，似乎还用法术加固了一番，弄得这般气派，真不是为了扬名？这老夫听闻你与清河剑派苏纯一关系亲密，可有此事？我们坐而论道，乃是志同道合的挚友。老夫多嘴问一句，你莫不是想抢这斗法第一的名头，好让清河剑派对你另眼相看？啊，怎么跟清河剑团扯上关系了？那老夫便看不懂了。你如今身份不一般，一举一动都让白骸谷散修瞩目，若非必要，老夫劝你认输。只是一场切磋而已，为何要认输？不认也多半是要输的。如今比斗之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蜃楼派为了保住面子，绝不会让秦泽输给你。高门大派能给他多少法宝，多少符咒？秦泽修为又比你高，你怎么赢？看来真人并不看好我呀。谁也不看好你。黑市开了盘口，赌你赢的买一赔10。谁开的盘口？给我分成了吗？反正言尽于此。你真要上擂台，我也不拦你，只是此事事关重大，希望你能慎重考虑。若是我赢了呢？若是你赢了，马上会有通玄境的修士向你挑战。不仅蜃楼派，天心岛、云路仙宗和焚香门都会陆续出手，直到你输为止。那我便一直赢下去。这么小的年纪就要钢杀炼体。两人各持玉牌，注入灵气之后可得护身效果。这护身的光照破碎，或是变成红色，便算输了。双方各凭本事，手段不限。两位可有异议？今日这场比斗虽然是陈道友向我挑战，但我毕竟是蜃楼派弟子，
总不能欺负一位散修。公平起见，在比斗之前，我会告诉你我今日所用的法宝与法术，绝无隐瞒与虚假。诸位见证，若是我秦泽用了别的手段，便算我输了。陈道友，你是否认可这个临时加上的规矩？这样未免太不公平了。我赢了，也胜之不武。我从不以大欺小。陈道友，你修为比我差一个境界，我若就这么赢了，才是胜之不武。秦道友无需如此。为了赢下这场斗法，我也做了许多准备，还是提前好几天就做的准备。那是应有之意。你约战的可是蜃楼派，做再多的准备也不够。既然如此，就算我占便宜了。今日我所用法宝只有2件，一件为可以创造幻境的圣珠，另一件则是我身上这护身法宝紫云烟罗杖。至于法术，我只会用最普通的掌心雷，除此之外，施展任何手段便算我输了。陈道友可曾听清？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不用不用，但我也想提醒道友一句，我真的提前做了许多准备，希望道友你不要怪罪。怎会怪罪？有任何手段，请道友尽管使出来。需要我再让你3招吗？那倒不用。双方确认无误，斗法开始。阵法，这擂台上怎么会藏了如此巨大的阵法？不好，这擂台是他搭起来的。每逢大事，须有静气。何必没苦硬吃呢？你知道要怎么做的。说好的不限手段，你的对手都能搭擂台了，你的幻术为何只用在他身上呢？斗法的输赢不都是旁人说了算吗？做得好，幻术就是以假乱真，只要让所有人都相信了，那假的不就是真的了？不错，假的也能成真。我想赢，就让他们看到我赢了。我的幻术什么时候被破了？能挡阴魂，又能挡剑气，这法宝也太厉害了吧！原来如此，这紫云烟罗杖专门克制灵气所化的法术，对无实体的攻击都能轻松化解。除此之外，施展任何手段便算我输了。我宁愿与你同归于尽。我蜃楼派认输了。此战陈业胜。本来有距离优势，留在天上继续耗他便是。那蜃楼派的幻术破了，你知道他是真的出毛病了，还是故意漏的破绽？但凡他是诈你，脑子一热冲过去不就完了？师傅，徒儿明白，下次一定注意。道友请留步。抱歉，惊扰了道友。无妨，我胜得不算光彩。秦道友心中有恨也是人之常情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下一场，秦道友便能赢回来了。没有下一场了，我将回门派的闭关，此生不再离开。只是输了一场斗法，蜃楼派不至于门规严苛到这个地步吧？这并非师门的责罚。若是心魔不除，我迟早会被圣珠所控，然后堕落成魔。我看道友年纪也不大，有足够的寿元克服这心魔。承你吉言。没想到陈道友你也在这儿，刚才我还真想过与你拼命，只是终究是我技不如人。若是因此而迁怒，我才是真对不起蜃楼派这个名字。秦道友无需在意这一时气缘，一时得失与长生相比，只不过一瞬而已。没想到，我也有一天会听到同样的话。今日一别，再无相见之日。祝愿道友修炼有成，早日成仙。师父，你说他能克服心魔吗？世上哪有这么多大彻大悟之人？这人多半是一蹶不振，等过些年便无人记得，再听到他的名字时，多半便是枯骨一堆。救命！师父，那是何物？这是法宝的气灵，还真是个稀罕之物。快快，
将这东西收了，有大用。你小子运气好啊！寻常器灵在法宝被毁的一瞬便会随之消亡，这器灵不一般，居然还能存活片刻。快快用你那滋养阴魂的甘露将它养好，这可是难得的宝贝。多谢恩公救我一命。你究竟是何物？回恩公，我本是归墟中活了许多年月的肾，被那圣楼派的恶徒炼制成法宝，又将我的神魂封印其中。我已被圣楼派奴役了100年，今日又差一点神魂俱灭。别听他胡扯，肾妖并无这等理智，它是器灵，虽然是由肾妖躯体所生，但却并非天生的神魂。这东西值钱，卖出去至少能换一件上好的法宝。不，恩公在上，千万不要卖了我，我对你有用，我有大用。你慌什么呢？被我奴役和被别人奴役，不也差不多吗？当然不同，你让蜃楼派丢了脸，又救了我的命，于我而言便是有双重恩惠。为你做事，这不是理所当然吗？你还挺在意个人感受。那是自然，任谁被奴役100年，都会心向自由。留在恩公身边，我至少能说这是报恩之举。那你有什么用处？那神楼派弟子之所以输了，就是因为我在斗法之时将他迷惑。怎么说，我也对恩公你有些帮助，你说对呢？原来是你啊！你就是他心魔丛生的原因。施主的法宝，我怕是不敢留你。蜃楼派奴役我100年，我小小报复一下又有何不对？心魔丛生那是他自己心智不坚，怎能怪在我的头上？而且恩公不用担心，我如今身躯被毁，想要施展幻术也是力不从心了。那便是没有用处了。但我知道蜃楼派的许多法术。今日斗法之时，我看恩公御使阴魂的手段有些粗糙，这方面我懂，我可以教你。你不是擅长幻术的吗？派兵布阵也懂。幻术常有化身千万的用法，若是不懂得如何派兵布阵，幻化出来的人只会乱冲乱撞。蜃楼派将我炼制出来，便是为了让我来操控幻阵，减少许多麻烦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留下你。多谢恩公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名字。蜃楼派将我炼制成法宝，便是蜃猪的叫，也不曾为我取过名字。不如请恩公你为我赐名。你自己的名字自己想吧。那我便仔细想想。尊主啊，您就不能让我睡个安稳觉吗？如今你战胜了神楼派弟子一事，已然人尽皆知，先前的协议依旧作数。你若答应帮我，我便将上品炼体之法传授于你。尊主，你白海谷境还有眼线，否则消息怎会如此灵通？此事与你别顾左右而言他，你就说答应还是不答应？尊主似乎有些焦急啊！我今天赢的不过是个刚煞境的秦泽而已。你说的那些和尚，足有3位通玄境，差着一个大境界，并无区别。刚煞炼体之后，只不过是让血肉变得坚韧，不容易受伤，增些寿元，让体内所含灵气比寻常刚煞境都不是你的对手。至于通玄境，也是大差不差，只是那领悟的天赋神通有强有弱而已。若是不提这神通，通玄境也不会有多难对付。如今你已经今非昔比，别再将自己当成蝼蚁。那尊主能否先将这上品炼体之术传我？等我修炼有成，我再去帮你铲除那些涅槃宗的魔头，岂不是更加稳妥？算你精明，我们一人退一步。我如今便传你上品炼体之术，但10日之内你必须动身前往落雁镇。落雁镇那是在北疆边陲之地，2国交界之处，距离此地有1000里之遥。好，我答应了。请诸位助我！阿弥陀佛，陈施主大驾光临，小僧别客套了，我又不是第一次来。前几日我送过信来，求见方圆大师，他在寺里吗？实在不巧，师叔祖这几日抽不开身。不过他已经回信一封，请施主稍等。陈施主，这位是我不昧师叔。见过不昧大师。阿弥陀佛，陈施主见谅，贫僧目不能视，不能全礼。家师方圆让与陈施主同行，对付那涅槃宗的魔头时，贫僧也可助施主一臂之力。不墨大师若是双眼有些不便，那也无需勉强。这次对付的魔头修为比我高出许多，我也不敢保证大师的安全。陈施主放心，贫僧不会拖你的后腿。只要你将贫僧带到那魔头出没之地即可。请示我冒昧，
请问大师是何境界？贫僧已达通玄境，那便请大师随我来。施主稍等，贫僧没有能御空飞行的法宝，能否请施主带我一程？这和尚真的没问题吗？那令和尚不难不昧大师可曾去过边疆？贫僧出家之前便是边疆人。能为我讲讲这边疆究竟是何地方吗？这苦寒之地自古便是中原王朝与化外蛮人的交兵之地。化外蛮人不服教化，有自己信奉的祖神。这化外之地还是涅槃宗发源之地，留下来的传承已经融入蛮人的传统。若是那涅槃宗真有弟子出现在北疆，多半是想要挖出当初涅槃宗留下的宝贝吧？会是什么宝贝呢？大概是涅槃宗当年逃离北疆时来不及带走的物件吧。至于具体是什么，贫僧也无从猜测。若是真有宝贝，那必定先收入自己囊中，绝不可能留给尊主。蛮人若是信奉涅槃宗留下的东西，为何正道武门一直不做处理？斩妖除魔不是他们的本分吗？蛮人没有修长生的说法，只是以祭祀方式从祖灵身上得到些赐福。这种部落中的信仰，你也很难将其划分为魔道。那这祖灵真能给蛮人赐福？可曾有人亲眼见过？确有其事，祖灵也是香火愿力凝聚，虽远远不如真正的佛陀，但总是有几分神异的，或是能让人力大无穷，或是能治疗一些疾病，只是所需的代价不小，往往需要大量血迹。阿弥陀佛，不灭大师，你这神通难道是开口坛？贫僧并不擅长辩经，学不来开口坛这种神通。此法贫僧也是近来领悟。若真要说的话，这神通可称之为舍身法。舍身法？贫僧不过将施主身上的寒意转移到自己身上。大师何必如此？我让黑旋风降低些速度便是。贫僧已经完成罡煞炼体，这点寒意对我来说并无大碍。帮施主挡挡寒风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还是赶紧前往那落雁阵，晚一些，或许那些魔头便多害一个人。阿弥陀佛。若是慈心寺人人都学会这舍身法，那罡煞炼体对慈心寺来说应该不存在障碍了。这恐怕不是什么边陲小镇，而是重兵把守的军事重镇，看着人口也不少，调查起来不容易。那陈道子，你可有那些魔头的线索？现在没有，但等我睡一觉，应该就知道了。施主这是为何？我怕有埋伏。大师，这落雁镇四周死气浓郁，不过毕竟是边陲重镇，打仗死人多似乎很合理。你怎么看？死气集结的形状又是何种模样？方位的话，东南西北都有；形状的话，还挺均匀的。这城镇两面有山，即使有大战，也该是城墙内外的死气较为浓郁，不应该像施主所说的均匀分布在。若是这死气被人有意操控，那怕是想掩盖些什么。去东南方那处水潭。阿弥陀佛，这是续风位，去另外几个位置。那些魔头要将整个落雁镇都炼化了。施主是看出什么端倪吗？尊主在那时候便开始算计我了。这是涅槃宗的巨炉策略法阵，一旦阵法完成，启动之时，整个落雁镇都会被拖入黑绳地狱，里面的所有活人都会被炼成活尸与厉鬼。阿弥陀佛，落雁镇有过万人口，涅槃宗的魔头当真残忍之极。他们的目的怕是不仅仅是炼化活人这么简单。上万活尸与恶鬼看着厉害，但实际上有什么用处？他们又不是准备与正道武门开战，炼化这么多炮灰有何意义？不管有何目的，贫僧不能坐视不理。施主可有破阵之法？大师出身慈心寺，不是更了解涅槃宗的本事吗？我还想问你如何破这阵法呢？贫僧连阵法都看不见，谈何破阵？修行以来也未曾学过这些。这阵法想要打破倒是不难，一共6处关键，任何一处被毁了，阵法都会无法启动。但想要修复起来却也简单。破阵只能拖延时间，反而还会打草惊蛇。关键是找到那幕后之人，将他们解决才是釜底抽薪之招。只是我们时间未必够用。阵法快完成了？是已经完成了，不过这几天时日不对，再过3日便是大寒。这阵法在大寒之日启动效果最好，我想他们也是在等这个时机。大师，我们也不用急于一时，如今天色已晚，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歇，再慢慢商量。
你来的倒是挺早，我还以为你要再拖2天，到时候就只能与那和尚一起送死了。尊主，当初可是你说我有本事对付这些魔头的，这会儿说是送死，不怕我转头就走吗？你舍不得？我倒也没有为旁人舍生忘死那么高尚，到了生死关头，该跑还是要跑的，大不了回头让清河剑派来解决。那时候就晚了。你知道涅槃宗在这里弄出这么大阵仗是为何？还请尊主指点迷津。你对当年的18位魔尊知道多少？全是道听途说的故事。我之前算计了涅槃宗，他们的宗主受了重创，如今想要自救，这落雁阵之事便与他自救的计划有关。我不能坐视涅槃宗宗主恢复伤势，我现在麻烦已经够多了，我希望这老魔头一辈子都恢复不了，所以请你来帮忙解决。至于其他，那说起来太长了，你还是先解决眼前落雁阵的麻烦。当然，涅槃宗怎么也是传承1000年以上的魔宗，真要害人，远远不止这点小动静。你见过白骸谷？你能想象当初排骨布满整个白骸谷的情景吗？那阵势当真是凶威赫赫啊！那尊主就不能出手相助？3日时间实在太短了。我肯定不能亲自出手。我说了，正道5门都盯着我呢。只要我露出些许破绽，他们便能算到我的踪迹。接下来便是持续不断的追杀。总不能光一张嘴吧？毕竟对方3位通玄境，而我只剩3天。我这里倒是有一个轻松的法子，只是怕你不愿意。最简单的办法，这落雁只有5口井作为日常饮用。你如今悄悄去下些剧毒，明天就能毒死上千人，然后散播一下瘟疫的谣言。等城中一乱，随便点把火就能让大部分人逃出城外。不到大寒时节，他们不会发动阵法的。等人都跑出去了，炼化的人数不足，那阵法便随便他们启动好了。那跟直接杀了他们有什么区别？陈烨，你别忘了，我也是魔头。我这尊赤练蛇佛需要的就是众生的怨恨不甘。我不主动害人，已经算是我道德高尚了。你好歹将那些涅槃宗弟子的详细情况告诉我，尤其是那3个通玄境的和尚。那倒是没问题，不过我提醒你，即使是张琪当了那么久的英雄，终究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还不如早点加入我圣教，我保你至少能修炼到反虚境。加入就免了，还请尊主你帮个忙。你能避开5大门派的追杀，想来有本事遮掩天机。我与不昧大师的到来，也有你帮忙隐瞒行踪吧。既然如此，就请尊主再加把劲，再帮我们遮掩3天。放心，涅槃宗算不到我头上，自然也算不出我的安排。陈施主，你醒了，你只睡了1个时辰。时间紧迫，这落雁阵的情况我大概知晓，但如今我们2人势单力薄，要对付的却是一大群魔头。大师，我冒昧问一句，你可曾修得什么降魔的手段？降魔的手段？若是1对1，贫僧倒是有信心胜过他们任何一人，但若是3人一起上，那贫僧恐怕是对手。大师可有能迅速解决1人的办法？我若是能创造出落单的机会，你能否速杀其中1个？除了那位带兵的统领之外，另外2人，我有把握可以3招之内将其镇压。当真？阿弥陀佛，出家人不达诳语。师父既然让我与施主同行，想来他老人家也早有安排。请陈施主放心，贫僧不会用满城百姓的性命开玩笑。大师既然有信心，那我们便如此行事。大师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准备好了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施主已经犯了杀戒，若不回头，必然遭劫难。魔头休走！只剩1天了，这万魂凑得不容易。魔头，快快受死！你师父苦厄和尚都已经死在清河剑坟之下，你以为你逃得了？原来是苦厄师弟的徒弟，这清河剑派的人不能杀，绝不能让他坏了好事。不要再苦苦相逼，否则我便杀了他！怎么可能？该入万魂幡了，魔头！来吧，逼真一些。阿弥陀佛，得罪了。
是慈心寺的和尚。两位不也是和尚吗？人皮穿得太久了，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吗？清河剑派已经回去请师门长辈前来除魔，想来他们很快便到了。他回去搬救兵，你留在这里送死。如今离去还有机会活命，若是等清河剑派到了，你们也知道结果，你就不怕死了？阿弥陀佛。你练的也是金刚不坏的神通，那边看看谁才是金刚不坏！蠢货！清河剑派的剑仙真的来了，法阵绝对会失败，快走！临阵脱逃，你必被业火焚身！好了也好，那便将最后一个给收拾了。我来助你。施主是用何种办法破了他的金刚不坏神通？没破功，反倒是将他给刺激了。白月光，看你的本事了。你们怎么还活着？都给我死！他看到什么了？不过是让他看到心中恐惧罢了。此人心神已破，特别容易被幻术影响。阿弥陀佛。难道只是单纯的天降异象？不昧大师，我们出城瞧一瞧，或许是那逃掉的秋水仙还在搞鬼。好，若是他冥顽不灵，我们便将他也收了。施主，可是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，原来远远不止一个落雁阵。施主，虽然这么说有些冷漠，但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我等势单力薄，不会是对手。我知道，但我想再等一等。施主在等什么？还看？尊主是你吗？别急，我只是让他睡一觉。我与慈心寺关系也算不错，不会害他性命的。现在你抬头看看吧，这便是河道境。不对，应该说这就是张琪。跨越数千里的一剑，只要一个念头，便是100万人的生死。你早就知道涅槃宗不止一个炼化阵法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这不过是涅槃宗宗主自救的其中一步。反虚境所受的重创，哪里是区区1万个生魂可以治好的？那为何是落雁阵？理由很多，第一个便是以你的本事，正好可以解决这里的3个魔头。第二个理由，我又不是蛮人，要救人，当然选与自己同宗同源的中原人。至于第3个理由嘛，你应该发现了吧？落雁阵其实有些特别。落雁阵的位置跟另外10几座阵法也是相连的。不错，落雁阵是蛮族与中原气运的交界之处。这个阵法若是成了，便可借用中原气运，说不定真能挡住张琪的一剑。若是如此重要，为何选了这3人镇守？越是修为高的修士，越难隐藏自身行踪。涅槃宗能将阵法布置完成，正是因为他们不敢动用太厉害的魔头。陈烨，你的法宝与掌握的秘术都是首屈一指，换了别人，光是踏入落雁阵会遭了暗算。怎么，于心不忍吗？那当然。谁能看着10几万人死于非命而无动于衷？我就无动于衷，我还准备等下去抢点宝贝。你要不要一起来？宝贝？涅槃宗宗主被我暗算受了重创，此举是为了疗伤。他是用这10几万人献祭打开一个密室，里面就藏着帮他疗伤的宝贝。张琪这一剑足以让涅槃宗伤筋动骨，现在肯定没心思管我们了。你要与我一同去当个后来的黄雀吗？刚才那一剑之后，清河剑派已经注意到此地的魔头。你更加不敢随便出手了，所以你要我为你解决路上的麻烦。太聪明不是好事，小鬼，现在可不是在梦里。我知道你杀我易如反掌，但杀了我便没人为你开出一条路来。
你便抢不到那宝贝。开出你的条件吧。我没什么条件，尊主。你修为通天，我只是蝼蚁，但希望你记住，蝼蚁也能让你难受。意义之争，没想到你是这么幼稚的人。你知晓10几万人要被血祭，但只告诉我落雁阵这个关键，因为你要让涅槃宗继续发动血祭，好让张启斩一剑重创涅槃宗。在你眼中，这些凡人不过是你落下的棋子。像你这种魔头，若是害人之时想起我这让你难受的蝼蚁，或许就能少害几个无辜。你小子是在清河长大的吗？这世上哪一个地方能教出你这种人来？走吧，去寻你的宝贝。不过出发之前，先让不墨大师回去。你要寻的究竟是什么宝贝？那是件来自仙界的东西，具体是何物我也不清楚。但当年涅槃宗正是凭它立足，跻身魔门之一。那宝贝有什么用处？废话，涅槃宗靠它立宗至今未灭。我若重立赤脸圣教，不拿到它怎么成？难道还要像如今这样藏头露尾？快下去找，每个血祭阵都可能通向宝库。南无阿弥多佛耶。若没有来生，如何超度？你做了什么？我只是在超度怨魂。超度？你能把他们渡向何方？他们问的就是这个。请尊主替我翻译。可以。你想说什么？请他们入我万魂幡。如今虽无极乐世界，但以后会有的。你这万魂幡似乎没有禁制手段，本来就不需要什么禁制。去下一处，这里并非宝库入口。你这万魂幡恐怕世上也是独一份，我不曾见过有人能收纳如此多的阴魂。当年魔尊们杀人营野，这点阴魂应该不算什么吧？没有这么简单，别人炼制万魂幡是要将这些阴魂反复折磨成凶悍厉鬼，这样才能派上用场。寻常的万魂幡哪可能封禁数万厉鬼？随便挣扎一下，这万魂幡便要炸了。若是要凭借修为强行压制也不是不行，但这样便毫无意义了。法宝是用来辅助斗法的，哪有还没开打先封了自己一半修为的？将这东西融入你的万魂幡中，不然再收几百阴魂，你这万魂幡就要炸了。无救魔尊的眉心骨，当初他偷袭了赤炼魔尊，但自己也不好过，差点被赤炼魔尊掀了头盖骨。这眉心骨中蕴含了无救魔尊的镇魂神通，能让你的万魂幡晋升为真正的天下第一。多谢尊主。不过这东西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？若无救魔尊真能复活，有没有这眉心骨就都一样。等你修到河道境界，区区一块眉心骨又算得了什么？不过我看他是死透了，否则我带着这眉心骨这么多年，也不至于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这下还真是万魂幡变人皇幡了。人皇幡这名字倒是霸气，你想做人皇？看来我们找到了，只有最重要之处，阵法防御之力才会更强。这高塔能扛住张琪的裂天一剑，也是不容易了。小子，好处你拿了，也该发挥作用了。诸位，涅槃宗害尔等家破人亡，受尽折磨，仇人就在眼前，听我号令！去！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孽畜安敢伤人？岂不知上天有好生之德？你们涅槃宗炼化10几万人血祭，我今日便替上天惩罚你们。你这万魂幡收纳阴魂无数，全是我等炼化之人。你受我涅槃宗恩惠，理应感恩戴德。
不仅不为我疗伤，还出手偷袭，当真是忘恩负义之辈。老和尚难道没听过恩重成仇的道理？你还是自裁吧。你死了，我这恩情便不用还了，我也能了却心魔，而你也能助我得大解脱、大极乐，也是功德无量啊！我看你满身罪孽，根本不想成佛呀。那便让我替佛陀给你一顿当头棒将。诸位，有怨报怨，这才是佛门的道理。这才是因果报应。快下来！那宝库之门就在此处，往下挖便能找到。就这里，开挖！你真的连挖土都不能动手吗？废什么话！无救魔尊的眉心骨都白送你了，一点小活你要跟我计较？还有多深啊？不知道，但肯定没错。继续挖。请诸君助我一臂之力。尊主，这门要怎么打开？按照涅槃宗的计划，那10几万血迹所产生的怨念汇聚起来，便能让这宝库重见天日，能将这扇门给冲开。但阵法被张琪一剑破了，祭品是死了，但怨气却没能收集起来。想要打开这扇门，我们便要寻个类似的办法。你将无救魔尊的眉心骨送我，就是为了让我收集这些怨魂，帮你打开青铜门？本来是有这个意思，但如今好像用不着。用不着？是啊，我亏大了。千算万算，漏了这一点。这开启大门的阵法与青铜门相连，张琪那一剑不仅斩破了上面的虚域阵法，还连带着震坏了这青铜门的封禁。原本需要10几万生灵献祭的怨气才能冲开这扇门，如今却能轻易打开。早知如此，我便用不着你了。亏本了，真是亏大了。多谢尊主赐宝。光是气息就如此独特，果然是宝贝。尊主，这里不会有什么陷阱吧？应该不会。我听说这神物非同一般，符照之处能让灵气异变，寻常的禁制法术根本无用。光是将其藏起来，已经费了涅槃宗极大的力气，怕是很难在里面再设什么陷阱了。光是在这里吸几口，仿佛就让身体脱胎换骨了，比这上品炼体的效果更好些，而且一点也不痛。若是能在这里闭关修炼，那岂不是轻松就能度过炼体的难关？怎么是个孩子？我的寿元竟然增长了不少。增寿？尊主，你如何得知？我已经是反虚境，早能感应自身死期，但刚才在这儿吸了2口仙气，便感觉多了30年的寿元。你小子有福气了，我都能增长30年寿元，你至少300年。不好，尊主且慢动手。你大呼小叫的，莫不是还想跟我抢这宝贝？岂敢与尊主相争？我只是不希望你功亏一篑。这宝贝不能用木头来触碰。为何不能？你又怎么知道不能？古籍所见，人参果不能碰到五行之物，这若是枯萎了，可就糟了。尊主，此物乃是真正的天上神物，我好像在古籍中见过，名叫人参果，但人参果不可以五行之物触碰。你看，那婴孩的屁股佛像之中了。不可用五行之物触碰，你是让我直接用手拿喽？那你去拿，拿了之后递给我，不许跟我耍花样。尊主，这人参果搬不动，让我来。
人参果不会这么重，就算再重，也不可能连整个地宫一起震动，除非这东西生根发芽了。你看的书上有写着人参果能断根吗？不曾见过。但这人参果既然已经生根发芽，那不是比单纯的果子更值钱吗？等长成人参果树，那不就等于有一大堆人参果了？鬼知道多少年一开，多少年一结果。小子，便宜你了。我看你也没有师门，要不你在这地宫之上开宗立派，如何？有这宝贝，你的弟子什么都不做也能活几百年。这么长时间，不需要什么修行资源都能练出点东西来。尊主，你也不想想，我才气海境的修为，开什么宗立什么派？怕什么？你难道没发现，在这里打坐几天，你的上品炼体之法就大成了？这可比什么钢煞炼体强多了。那也不过是钢煞境，钢煞境。这么大一个宝贝，若是让别人知道了，敢在这里立宗门，那不就是找死吗？我不管你愿不愿意，这个宗门你都给我立起来，不然我这次亏本亏大了。你将无救魔尊的眉心骨给我还回来，还要搭上你自己的天灵盖。这宝贝放在这里，谁不眼馋？就算清河剑派不强，我还能挡得住焚香门不成？这个不用你管，我自有办法帮你掩盖一二。这天下，我不想让别人知道的，谁也算不出来。我在这立个宗门，对尊主来说有何用处？当初我在白海谷的计划被你破坏了，我本来就想用此威胁正道武门，让我赤脸圣教化身旁门能自由行走。现在没办法，只能套别的牌子。让我当傀儡是吧？傀儡什么的，你也太看不起自己了。陈烨，你还没看清楚自己的价值所在。以你的本事，这一路上说你是修行天才的人应该不少吧？我当这个太上长老，你就是宗主，不会亏待了你。那我只能从命了，但我也只能尽力而行。尊主，你别想我真当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我死也做不到。随心所欲才是魔，谁跟你说魔头一定要杀人营野的？白海谷里我杀了一个人吗？还不是让那群正道焦头烂额。要不是你小子捣乱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再说下去，我想杀了你，你小子才是我最大的结束。你小子布阵倒是一把好手，现在保证谁来了都瞧不出破绽。过奖过奖。那尊主若是没什么吩咐，能否让我自由行动？你想做什么？涅槃宗血祭了10几万人，我想让其他怨魂也有个安身之所。诸位，我只是适逢其会，不忍诸位成为孤魂野鬼，所以才请诸君入这万魂幡。为何要听他的？我们夺了这万魂幡，自己做主不是更好？我等都是草原的子民，不应该听中原人的命令，怎可拜一个中原人？不答应就滚，想闹事就死！
陈施主，是你吗？陈施主，当真是你吗？不昧大师，你怎么追上来了？贫僧担忧你的安危，便跟了上来。但贫僧没有御空飞行的法宝，幸好路上遇到了这位风怀宇道友。在下风怀宇，清河派弟子。在下陈烨，与清河剑派苏纯一苏姑娘有些交情。原来还有这等渊源，若以辈分算，我要称他一声师叔祖。我风怀宇见过陈前辈。陈施主身体无恙，那位没为难你吧？当然没有，多谢大师关心。不过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先离开吧。前辈且慢，涅槃宗的魔头在此地血祭众生，不知道前辈是否见到那些魔头？见倒是见过几个，不过都已经解决了。我此生立志斩妖除魔，可惜到现在一个魔头都没见过。我们边走边说吧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这位风道友当真是清河剑派的弟子吗？只是路上偶遇。至于他的出身，他是清河派，不是清河剑派的弟子。那他怎么说苏纯一是他师叔祖呢？这样攀亲戚。我听闻这清河派里面有一些弟子曾经拜师清河剑派，这样算出来的辈分倒也不能算错。清河剑派收徒极为严格，许多无法拜入清河剑派门下的散修便组建了这个清河派，算是沾一点名气。清河剑派这都能忍？清河剑派总是讲道理的，不可能因为名字相似便灭了这清河派。前辈快看，那是清河剑派的长辈们来了。苏姑娘，你怎会在此？徒儿，还不快介绍一下？师父，这位是散修陈烨，是我至交好友。这位是我师父王万成，清河剑派的铸剑师。见过前辈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请诸位随我来。诸位，请落座。诸位来得比老夫早些，可曾有遇到涅槃宗的魔头？晚辈与不灭大师来得早些，在落雁镇破了其中一门，只可惜我们竭尽全力，也只能救下一人。此事乃是我等判断失误，没想到涅槃宗能遮掩天机，犯下如此暴行。若是我能早些出关，或许便能阻止一二。清河剑派以除魔为己任，要怪只能怪涅槃宗丧尽天良。两位无需自责，我清河剑派便是要以除魔为己任，除恶务尽。若有不尽，便是修行还未到家，必须以此为戒。多得两位出手，不过老夫还是有一事不明，10几万人血祭，应该怨气冲天才对，不知道那些阴魂何在？10几万阴魂大多被晚辈收入其中。老夫可没这本事，你这万魂幡似乎又有奇遇，极阴类阳称得上天下无双了。时候不早，老夫要再转几圈，两位随我去西方。徒儿，你与陈烨去往东方，我们明日在此会合。徒儿谨遵师命。没想到会在此处与你相逢。我师父为人最为和善，很好说话。难道清河剑派上下都是这般平易近人吗？并非如此，我那几位师伯平日里总是一脸严肃，不苟言笑。若是你师父对你太过严厉，我怕是每日都要忧心忡忡了。数月未见，今日得见，见先生修行精进，已然踏入钢煞炼体之境，我总算能安心了。苏姑娘，你也突破了，难道是已经踏入化神境界？2日前刚刚突破化神境。与苏姑娘相比，我只觉得自己在蹉跎岁月。先生何出此言？若是让旁人听到，
怕是要酸得生出心魔了。人生苦短，我总觉得身后有人拿着刀催我前行。先生若有任何疑难，都可来清河剑帮找我。我倒有一事想请教苏姑娘。先生请说。我想在此地开宗立派，不知道苏姑娘怎么看？先生已经是刚煞境，开宗立派自无不可，但为何要选择此地？我收了这10几万阴魂，多半是化外蛮人。若是能够留在家乡，想来他们能好受一些。先生，我们去东面瞧瞧吧。好。苏姑娘，这些人让我来处理。老人家，看来你地位颇高。我是这部族的祭司，他们不明真相，冲撞了恩人，还请莫怪。人之常情，家乡被毁，亲人被害，任谁都会情绪激动。先生若要在此开宗立派，或许可以照顾这些幸存之人。恩人，苏河头领看不清草原风向，不如给他一个体面。我怎么说，你便怎么翻译。蒙骗只是一时，只会造成更多误会。我会在苏河金饶就地立宗，往后你们若想见亲人，随时来找我。听闻清河剑派是在清河中央建成，不知道这门派选址和山门建造有什么讲究？清河剑派所在乃是清河的水脉中央，镇压一方水土。这种寻龙望气之术我是不会，不知道先生可擅长？可惜师父也不曾学过寻龙望气之术，不然可以请他帮个忙。其实我在此开宗立派是受了旁人指使，命我在此建立宗门，是要守护一件异宝，就藏在这雪原之下。你师父的事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忘了我身受重伤之时，我便听到了你与士官的对话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，清河剑派知道我师父是个魔头？我不曾隐瞒此事，早就汇报门派。不对，那墨慈为何要说自己顺利躲过去了？你快给我醒醒！罢了，既然你都知道了，为师便给你讲讲过去的事。师父，我先问一个问题，你确实有屠杀过凡人吗？当然。真正的魔头不会记得这么清楚的。既然清河剑派都觉得你有改过的机会，想来你没什么好隐瞒的。哼，那是王万成当年剑法未成，才让我逃了。是因为你杀人灭族，所以就被王万成追杀吗？不错，他追踪到我的行踪便来杀我。虽然他剑术还是没练好，但还是逼得我好几次夺舍，然后便遇上你了。那被你夺舍的人，担心为师又乱杀无辜，这个你倒是放心，我选的都是将死之人。所以，师父他得知你躲在万魂幡中，便不再追究了。他也算不清谁对谁错，毕竟算起来，我还救过他一命呢。后来，这是我们清河剑宗的门规之一，若是不能分清对错，不可轻易插手旁人恩怨。所以，我们师徒还真是根正苗红的赤焰魔宗传人。你要这么算，倒也没错。而且欺师灭祖也是我们赤焰魔宗的传统。你们两人走了一日，可有什么收获？为保证你的安危，不如随我一起回清河。你还真将我给卖了。
看来我眼光不错，真选了个当魔头的好苗子。拜见掌门。见过张真人。后生可畏，当年的赤练魔尊远不如你，不敢。论修为，我还比不得当年那些前辈。我说的是你这算计他人的本事，你差一点便逼着我向同道挥剑。张真人言重了，罢了。你既然出手，便知道我会来。如今我来了，你有何话说？张真人，晚辈斗胆问一句，你还有多少时日？不多，但足够斩了你。那是自然，我所求只不过是重建赤莲圣教而已。只可惜被这小子多次搅了我的好事。有话直说，否则便吃我一剑。张真人这一剑用在我的身上，焚香门的野心还有谁能压得住？焚香门，张真人其实无需对我动手。白骸谷之乱，难道真是我的过错吗？你没做过伤天害理之事。你若不信，可以对我施展问心之术。这世上没有问心之术可以拷问一位反虚境的修士，更别说你还有这蛇佛护身。非也非也，这小子不是正好有这种本事吗？只要我不做阻拦，这秘术同样映照我的罪孽。你怕不是从一开始就想用这招？你知道我会告诉清河键盘真相，你就是想将张掌门引来吧？谁会去赌张真人不会出剑？你就一点也不心疼？这都敢坦白，你是傻子吗？张真人，听说清河剑派必须验证罪行才能出手出魔，你手上并无我作恶的证据，对吗？掌门，这少年的本事着实不一般，人品也正。可惜，人品正但心思不专，没有学剑的天赋。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曲衡，曲衡，一可知罪，有完没完？你直接上刑便是。他怕是心虚了。知罪知罪，尽管上刑。一日期间，白骸谷过往罪境，这便是他犯下的罪孽。按照阵法的原理，首先映照出来的便是此生最大的罪。罢了，既然如此，万成你来处理此事。将阵法设了吧。若只是如此罪行，我清河剑派并无出手的理由。如此便算是过关了。只能如此，除非你能证明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。小子，当初答应我的事，如今做不到了，总得付出点代价。难道说你还有什么招数？没什么招，是你技高一筹。东西还你，取了你的宝贝万魂幡还我。小子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前辈，你不会还在想着让我帮你开宗立堂吧？有何不可？复兴赤莲魔宗，对前辈来说真的这般重要？你管我那么多？你我都是魔头，你计算你的好处便是。你要是拒绝，这无救魔尊的眉心骨，我可要取回来。尊主宽宏大量，晚辈佩服，我是真的服了。若是你真没有害人之心，这宗门我厉害不行吗？条件一如既往，以此为誓。谁要是破了誓言，身死道消，神魂俱灭。以此为誓，若违背誓言，让我结束加身，神魂俱灭。哈哈哈哈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，真不愧是我的徒孙。说不定等我飞升之时，你便是下一任赤脸圣主。赤脸圣教这名字不能用就罢了，这武装观的名字又是为何？我从古籍上看的，人参果就长在武装观，这名字正好适合。适合皮！这武装观连自己的人参果都看不住，不是虚有其苗。那尊主，你说该叫什么名字？我看你那万魂幡就是招牌，
你自己琢磨一下。那叫万魂宗吧。选这名字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魔头是吧？尊主，你慢慢考虑。我觉得还是先将宗门的选址定好，我们再不画地盘，到时候就要从别人手里抢了。建造守山大阵需要借助风水地脉之力，你懂得寻龙望迁之术吗？这难道不是尊主你来定吗？我也不会啊。你怎么连这也不会？你自己也学过卜算，风水之术与卜算也有不少关联，你能学会吗？那该如何是好？我会拜骸骨，找个懂行的来帮忙。那倒不用，按照这图反推，应该能找到地脉关键，一样画葡萄，建立守山大阵。这涅槃宗虽然行事残忍，但确实有几分本事。如此调理地脉风水，这守山大阵应该坚不可摧才对。再厉害的护山大阵也挡不住张琪的剑。你是否在为魔道复苏做准备？之所以非要催我在此开宗立派，其实就是想抢占先机吧。等张天人飞升，天下必将大乱。哼哼，世人皆知张琪要飞升，只不过我与大部分想的不一样。但若是张琪不愿意呢？怎会不愿意？若是到了最后之时，除了飞升，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谁知道呢？正如千年之前，谁知道那18位魔尊为何突然就内讧了？小子，这世上总有许多东西不讲道理，快干活吧，让你的阴魂将护山大阵布置好。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尊主，你看，这涅槃宗的护山大阵虽然标注了地脉关键，但他们的设计是参照佛门功法来设计。无妨，我凝聚这尊赤练蛇佛，为的就是今日。对了，此宝你拿着，正好用来建造护山大阵。尊主，你这葫芦炼制了多少年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够用就好。你准备将底层挖空？阴魂终究是不能见天日的。虽然我答应放他们自由，但与活人混居总会有各种麻烦。你还真说到做到，也怪不得清河剑派明知你出身魔门，还是愿意相信你。尊主，这些蛮人世代信奉祖灵，都是用涅槃宗的法子，以愿力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佛。其实我们可以利用一番，那说不定我们这门派就可以有许多尊佛了。怎么，担心你师父放不下过往，想要给他换一个路子？所谓愿力，乃是众生之愿，是极为强烈的欲念，不管是负面或者正面，都是极为强烈纯粹。像我这赤练蛇佛，收集的是世间的不甘与怨恨，世间没有任何一种愿力能与他相符。当真没有任何办法？倒也并非没有办法，但恐怕比让他成佛更难。所谓成佛，在经书中指的是超脱，是一种极致，但修行总是一步步走。众生修炼有成，但又未曾到达彼岸，非凡人又非佛，那是何物？罗汉，菩萨。你从哪儿听说的这两个词？这从古籍上看到的。哪本古籍？有带在身上吗？快给我瞧瞧。早忘了，也没带在身上。你既然知道罗汉与菩萨，那便应该知道，成佛之路并非一蹴而就。你师父如今心魔重重，想成佛是不可能了，但让他当个罗汉倒是有些机会。此事可以从长计议。你师父看似时日无多，但你这万魂幡已经不同往日，应该能为他续命几年。对了，这门派究竟叫什么名字？门派的名字我没想好，我想先为这座城取个名字，正如那清河一般。先有清河，然后才有清河剑派。我们也可以这般操作。善者死后可得极乐，罪人死后将受惩罚。所以，我将此地取名云都，意为阴间之城。愿天下人死后都魂归云都，清算善恶，让众生有第二次机会。胆大包天！你这小子，
比我还敢想啊！让天下人都有因果报应，就算成仙都不可能办得到的。事在人为，不试试谁又知道呢？丰都阴间，你小子是不是还不死心？还是将这门派想叫万魂宗？要不叫黄泉宗算了。黄泉，这又是何解？没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反正这名字听着不像魔宗。尊主，你说对吗？丰都黄泉，这名字听着还算不错，可惜就是跟我赤炼圣宗没什么关系。赤炼蛇佛都放在宗门内受香火了，尊主你还想怎样？真将赤炼魔宗的招牌打出来，5大门派就要联手将门给铲平了。罢了，那便叫黄泉宗。丰都黄泉，从今日起，赤炼圣教便是丰都黄泉。这罡煞炼体果然痛苦，不过好在我的力量在成倍增长，气海也在重新扩张，而且修行速度也比以往快了许多。只是这又是什么？我这又是练出什么东西来了？啊！肯定是因为我被赤炼蛇咬过一口，才会修炼出问题来。我的祖师爷！你可把你的徒孙给害惨了！没事的时候就尊主前辈，有事的时候就祖师爷，你还真是我魔道嫡传，一点脸都不要啊！我命都快没了，我要脸干嘛？你之前留在我体内的蛇毒，如今快要我的命了！我这究竟是出了什么岔子？祖师爷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这倒是奇怪了。这东西带着你那神魂秘术的效果，但看着不像是法术演化之物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有18个气海，其中1个已经变成蛇群的模样了。你是疯子！你怎么敢这么修炼的？这般胡来，你不死谁死？但你这不像是修炼出了问题，怎么看着像是推开了天地玄门，领悟出来的神通？这不太可能。我也就是被你的赤炼蛇咬了之后，天天做噩梦。与我无关，是你自己胡乱修行弄出来的麻烦。你这些火蛇有何用处？气海运转可有什么不妥？气海似乎并无不妥，照样能吸纳天地灵气。至于这火蛇，我还未曾测试过，只是我召唤出这些火蛇，似乎并非食物。不错，全是灵气所化，但如此精妙、栩栩如生的道物，我还是第一次见识。来，让我试试这神通的威力。尊主，你如今能与人斗法了，不怕被4大门派发现？无妨。如今魂都城阵法已有雏形，能为我遮掩天机。只要不是闹得太大，倒也不会惹来4大门派的注意。对付你这个小子，我也用不着太认真。你小子这方面倒是一点天赋都没有。我来教你何谓斗法，用力不可用老，施法不可用尽。神通再厉害，一下子全用出去，杀不死对手，便会让他有所防备了。所以千万不要让对手猜到你的上限。用你的神通来应付，快点儿！不然我就要加点力气了。呆子，不会举一反三吗？你这神通能凭空唤出火蛇，为何要在半空召唤？太欺负人了吧！慢慢学吧，你这门神通确实厉害，竟然可以凭空唤出火蛇，而且这东西的毒牙似乎还有别的妙用。同一样的法术，不同的人施展出来可能是云泥之别，自己好好琢磨去吧。
晚辈受教了。这神通没有彻底弄明白之前，你最好先研究清楚，暂时不要继续修炼。我也回头找找古籍，或许能找到相关的记载。又要等一等。你还不满意？你今年有20吗？20岁刚煞炼体，还领悟了天赋神通，这修行的速度已经是前无古人。这气海变作蛇海，或许便是上天示警。你小子还是好好沉淀一番。拜见宗主。都起来吧，不用这些俗礼。听说碧乐那边已经派出探子前来查探，你们可有消息汇报？回禀宗主，碧乐确实派出了他们的鹰隼，不过见我们已经筑起高墙，便没有直接派兵攻打，而是射了一封信进来。宗主你忙着修行，我们不敢打扰，所以这信已经是3天前了。宗主，这是一封邀请信，碧乐请宗主你到歌路池相会，说是要商议这片草原的归属。这歌路池是什么地方？回禀宗主，那是我们北疆人的圣地，如今已经快到春天，待雪化的时候，草原上的头领都要到歌路池参与猎鹿会。碧乐邀请宗主前往歌路池，应该是想请宗主你参加今年的猎鹿会。这猎鹿会大概还有多久？估计就这1个月内。宗主若是想要参加，至少要带100人。100人？100个阴魂不行吗？这些日子投靠过来的北疆人有多少？大部分都是青壮，但人数太少，加起来30不到。这猎鹿会限制最低人数不？这倒是没有，但猎鹿会一般分3个比试，第1个便是狩猎，人数少了，这一关怕是过不去。无所谓，我也不是为了优胜，选20人吧，随我一同去这个猎鹿会。遵命。羊群等牲畜收集的如何？回禀宗主，暂时并无收获，只有来投靠的那些青壮带着几匹马，还有几头羊，想要重新将羊群养起来，怕是要许多年。你们黑羽部能信奉老鹰，那能不能信乌鸦？宗主，我们黑羽部信奉鹰灵，是因为老鹰雄壮，是天空的王者。若是换成那种弱小的乌鸦，恐怕很难让族人接受。那是你们没见过神俊的乌鸦。宗主，若是信奉这只神鸟，或许会有人愿意。只不过乌鸦终是不如老鹰。神鸟息怒，这等盖世神威，是小人有眼无珠。我们黑羽部上下绝无二心，心甘情愿信奉神鸟。尊贵凶猛的黑羽之灵，你才是真正的天空之王。黑羽部将敬奉你为祖灵，将魂与血献于你面前。你们谁会说中原话？我会一点中原话。起来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禀头领，我叫齐齐格桑，原本是利蛮部的，跟祭司学过几年中原话。齐齐格桑，你会巫术吗？会，但利蛮部祖灵被毁，我们的巫术已经弱了许多。宗主若要看，我只能试试。我已与利蛮部祭司谈过，过些日子他们会在银东城地下重建祖灵，你不必担心。多谢头领。以后称呼我宗主，我乃黄泉宗宗主。听说猎鹿会快开始了，你挑20人，随我去参加猎鹿会。北疆人的传统，你知道谁最合适？宗主，20人远远不够，至少要100。云本城刚刚建立，哪来100青壮去参加猎鹿会？能有20个就不错了。我们这次去是给云本城带回羊群和人口。你先把人选好，回头到黄泉道宫找我，
我再与你细说。宗主要参加猎鹿会，要挑选20位勇士。利蛮部的奇奇格桑，20人参加猎鹿会，那不是去送死吗？对，人数太少了，去了就是送死，只会被其他部族一口吞掉。你是不是仗着会中原话，跟宗主撒了谎？你想害死我们吗？白虾这么大的个子，抬起头来。宗主恕罪，我没能完成你的吩咐。既然知错，就去改正。告诉他们，你的话便是我的意志。若不遵从，就滚出风孤城。以此蛇为证。这是宗主赐我的权利，参加猎鹿会是宗主的命令。谁敢反抗，就滚出风孤城，否则我亲手捏碎他。宗主，全力宗主！宗主，我可以用跑的，我能跟得上。我天生比旁人高大，身上也有味道，大部分牲畜靠近我都会害怕的动不了，所以我从小只能靠双腿走路。你的父母也长得如此高大？我是被捡到的孤儿，也不曾见过父母。就算你能跑，总不能让你一路跑到各路池。你随我一同去吧。与宗主一起。上来吧，我们如今就要出发。坐了。得空，跟我说说这猎鹿会吧。之前你们利蛮部有参加过猎鹿会吗？有的。苏河头领还在的时候，我们每年都会参加猎鹿会，而且总能拿到优胜。那时候每次至少派出500人，大半都是能施展巫术的勇士。还有最聪明的托亚利尔，他每一次都能解开最难的谜题。谜题？猎鹿会还考解谜？北疆人不仅尊敬勇士，也尊敬智者。勇士能驱赶恶狼，智者能指引我们规避风雪。不过每一年的谜题都不一样，都是大祭司一人出题，没人能够提前知晓。这位大祭司又是谁？大祭司是最早祭祀祖灵的人，传说他已经活了1000年，是所有北疆人崇拜的传说。除了谜题之外，这猎鹿会还要比什么？猎鹿会一般分3项比试，第一天是角斗，每个部族都会派出最多3个勇士参加。这角斗有什么规矩？除了外人不可插手，其他没有什么规矩。如此一来，不怕结下仇怨吗？都是向祖灵发誓，生死自负。如果是谜语的话，难道就没试过大家都猜对吗？我参加过好几次猎鹿会了，哪怕是谜语，也只有托亚利尔一个人能猜对。这么厉害，我倒是真想认识这位托亚利尔。托亚利尔大概也已经死在那场灾害之中了。没关系，我回去找找，说不定这位还在呢。宗主，人死后成了鬼魂，跟活着有何区别？阴魂只剩生前记忆，离开洪都，很快就会彻底消散。他们没有形体，容易失去理智，变成厉鬼。可活人不同，活人能修行，也能求取长生。宗主是指变成祖灵吗？老人们说，部族英雄若被祭祀，就能得到永生。可鬼魂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吗？他们只能永远这般模样。还是先说说这猎鹿会。第1日角斗，第2日解密，那第3日呢？第3日便是猎鹿，大祭司会请出9色神鹿，化成梅鹿，各部族一起狩猎，谁能抓住9色鹿，谁就是最大赢家。不过往往都是先厮杀，再狩猎。宗主，就我们这20人，怕是只能被当成诱饵。无需担心，我们又不抢这个头名，只需要让其他部族的人知道洪都黄泉这个名字。宗主，丰都城建在苏河头领的金帐上，其他部族会把你当成他的继承者。这片草原水草丰美，苏河头领以前又常年优胜，他们恐怕不会轻易放过我们。他们跟苏河的仇还能算到我的头上？若是告诉他们苏河被我杀了，那就更会趁机向你挑战了。
苏和曾是最厉害的部族头领，谁都想胜过他，抢走他的土地和声望，才有机会成为祖灵的传说。若是毕勒不存续，便与中原人合作。跟中原人合作？只有雄鹰能够跨越他们的城墙，我们的弓箭都未必能射上城头。那城里住的不是人，是鬼魂，数不清的鬼魂在里面飞舞，连天都被乌云遮住。不好，我们弄错了，祖灵震怒。怎么会让祖灵震怒呢？合作是合作，但不是跟翁都城的中原人合作。祖灵指引的中原人会在这上面的时间地点出现。那苏河金仪上就有你们中原人建造的城市，等列路会后，你们可以在苏河的地盘上传教。风道友终日郁郁寡欢，看来是有心事。怎么，是我招待不周吗？庞道友言重了，只是不曾见过这北疆的风景，看得有些出神而已。无需用这些虚言来骗我。你出身清河剑派，看不惯我们弄虚作假，蒙骗了这群蛮人。不过我们此次前往北疆，也不是为了骗人，而是为了清剿涅槃宗余孽。我们不过想尽快融入北疆，尽快寻得这些魔头而已。涅槃宗在北疆犯下滔天恶行，虽说已被重创，但肯定还有魔头在躲藏。我们将这些魔头找出来，只要能立下除魔的功劳，你我都能加入焚香门。庞道友猜到列路会上会出现涅槃宗的魔头，所以才愿意帮助那些蛮人吗？涅槃宗的魔头躲了1000年，正道武门都没有将他们的山门找到，哪里是这么容易被发现的？魔头要害人，多半会选这种地方。我们去凑凑热闹，也好打听消息，你说对吗？道友所言有理，那我便回去安心修行了。等到了地方，烦请道友提醒我。小看了这个风怀宇，莫不是被他瞧出什么端倪来？一大群中原修士出现，这列路会还有北疆人出场的机会吗？宗主，那位便是毕勒。那人说了什么？宗主无需在意，只是一些下流的挑衅而已。你们有仇？之前参加猎鹿会，我们一直都将毕勒部压得抬不起头，自然是有仇。这种挑衅，若是当初苏荷还活着的时候，是如何处置？会命人将他抓出来。不是直接杀了？想要杀人，只能等猎鹿会3场比试开始。否则便算是坏了规矩。所以，只要留他一条性命就行了。宗主，我们如今势单力薄。无妨。中原有句话叫入乡随俗嘛，你问问他，想断手还是想断舌？他说有本事就将他手臂和舌头都打断。这样的要求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那便满足他。在下燃灯派庞问，今日得见陈道友，真是3生有幸。我听这些蛮人提起，陈道友在这北疆建了一座城，陈道友在白海谷苦修许久。怎么突然就要在这蛮荒之地开宗立派呢？寿元将近了，便准备收几个徒弟。陈道友说笑了，我早就听说你是修行的天才，年纪轻轻便已经是罡煞炼体的境界，怎么可能寿元将近？没办法，练功出了点岔子，怕是命不久矣了。这，我去安抚毕勒头领。宗主，那些中原人是敌人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过他们肯定别有用心。这次猎鹿会，还是谨慎些好。如今我们已经到了圣城，第一项角斗在何时开始？算上我们和毕勒，好像就差1个部族还未到。想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到齐。
然后大祭司就会在祖灵神像之前燃火祝祷，火焰燃起，便是角斗之时。那白骨柱是何物？我看那珠子上还有人头和人骨，他们还用活人献祭？那是祖灵柱，大祭司所在的部族祭祀的祖灵便是白骨神。今晚便会有不少人会带上祭品奉献给白骨祖灵，希望可以在猎鹿会中胜出。我们今晚住在哪儿？宗主，苏河头领的京城早就被毁了，我们只能在附近寻个空房子居住了。那地方为何空着？那便是苏河首领本来的位置，他毕竟是北疆最大的部落之主。如今他虽然死了，但在没决出新胜者之前，没人可以霸占这个最好的位置。那正好，这地盘就是留给我的。宗主，我们没有金杖。必须要金杖吗？别的不行？这倒也没有这个说法，总不能随便拉几块布，那恐怕会惹来旁人嘲笑。所以，只要看起来不寒酸就行了。那倒是简单。挤一挤，20个人也够了。这简直是奇迹！宗主乃是真神降世。明明是个散修，怎么什么法宝都有？难道说，这人其实是清河剑派掌门的私生子？诸位刚才见的那位陈道友与蛮人争斗，他麾下女子所使的火蛇法术，与前不久在白骸谷出现的赤练蛇极为相似。不怪我多心，赤练蛇可是赤练魔宗独有的灵兽，也不知道那位陈道友是从何找到的。我听说这陈烨之前在白骸谷破了赤练魔宗的阴谋，得了不少好处。他怎么会赤练魔宗的法术？是从那些魔头身上缴获的吗？哼，如果他本来就是赤练魔宗的魔头呢？这年头魔头伪装散书骗取信任的事儿还少吗？陈道友，对不住了，这赤练魔宗的帽子你就戴好吧。一个散修，压得5大门派低头认错也就罢了。传闻他入白骸谷时才刚凝聚气海，不到1年就钢煞炼体了。若他只靠清河剑派也罢，偏偏跑去魔帝立派，麾下还和赤练魔宗牵扯不清，谁能不往坏处想？清河剑派给他撑腰，也未必是真看透，多半是又被人骗了。张琪快要飞升了，没了这位剑仙压着，清河剑派又无第2位河道坐镇，再像从前那样守死规矩，只会衰败得更快。依我看，陈烨是借机搭上他们，他们也借陈烨告诉外人，门规已经变了。清河剑派千年名声，连一点信任都换不来吗？这种捕风捉影的话你们也信？谁有证据？拿得出来吗？你若不服，让清河剑派来找我呀！清河剑派都没意见，轮得到你出头？你，风道友，大家不过是口舌之争，你怎可动粗？我相信清河剑派不会与魔头为伍，但这陈烨麾下确实有人能操控赤练蛇，这是你亲眼所见的。此间误会若是不解开，也会污了清河剑派的名声。我们迟早会弄明白真相。你才是造谣涅槃宗来操控那些人，你与魔头有何差别？风道友，我知道你护清河剑派细末，你不觉得你才是在让清河剑派陷入非议吗？只不过是此行他们与当地一方产生误会，我只是与对方的祭司做了必要交辩，免得再生误会，引出无谓嫌隙。我本是出于善意，你这样指责我，未免失于公允。诸位在此等候，我去看看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告辞。这是让我跟上去。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陈道友，原来你真的能操控赤练蛇，你难道真是赤练魔宗的魔头？我乃黄泉宗宗主，绝非什么魔头。唐问等人正在造谣污蔑，怕是很快要对你不利。我已知晓，还要多谢风道友你为我仗义直言。陈道友，虽然我相信你的人品，不管你如何解释，恐怕都堵不住他们的口。若是谣言便能伤人，恐怕清河剑派的山门早就被人拆了。他们要是不断散播谣言，怕是很快会为道友惹来麻烦。风
风道友既然为我仗义直言，我也有责任解释一番。我这火蛇确实是赤脸蛇的模样，而赤脸蛇确实是赤脸魔宗独有的灵兽，但这并非赤脸魔宗的法术，而是我练功出了岔子。出了岔子？你难道真的寿元将近？练功出了岔子是真的，寿元将近这个看你怎么算了。你不可能只剩数十年寿命吧？我确实是练功出了岔子，想来是跟我在白海谷被赤焰蛇咬了一口有关。但修行我正修行过程似乎出了些差错，便是你看到的，我能唤出浑身缠绕烈焰的赤脸蛇。原来如此，道友若至今仍受噩梦所扰，为何不找清河剑派束助？清河剑派早已知晓此事，我还见过掌门张真人，他替我解了被魔头缠身的问题，却也奈何不了这法术异变。既如此，陈道友为何不直接拜入清河剑派，偏要在此开宗立派？张真人说了，我没有学剑的天赋。我懂，陈兄弟，我懂你的苦，我也没有学剑的天赋。风道友，今日相逢也算有缘，你既肯为我仗义承言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，可否？陈兄弟尽管开口，只要我力所能及的，我一定帮忙。那我想邀请风道友暂时加入我黄泉宗，当个客卿，与我一同出战这场猎鹿会。好，我与陈兄弟并肩作战。陈兄弟，你说这庞问参加这场猎鹿会究竟图什么？他说除魔，我看只是托词。燃灯派既不在这里立宗，也不需要北疆蛮人认可，他来这里总不可能只是为了造谣。不太清楚，但他肯定不是为了造谣而来。不过我们得防着庞问那些人，若他们也下场决斗，怕是会对我们下毒手。若是如此便更好了，他们若只会冷嘲热讽，我还不好跟他们计较。可他们若真敢对我下毒手，我便不会手软。我陈烨杀过魔头，还没杀过这种不开眼的小人。原来的客人，你也想成为北疆的一员，才来参加猎鹿盛会，对吗？不错，我准备在北疆开宗立派，希望得到各位支持。你选了苏河的草原，那是北疆水草最丰美的地方，能养活最多牛羊，也能长大最厉害的勇士。不错，翁不城就是这样的风水宝地，但也是我亲自抢下来的。你并非北疆人，没有道理占下那片草原，更何况你不信祖灵，传的也是你们的道统。黄泉宗不信祖灵，但我不会向诸位传道。黄泉宗传承只留在红蛟城内。既然如此，请你告诉我们，黄泉宗究竟要传的是什么道？黄泉宗是我创立的宗门，门规只有2条：一不滥杀无辜，二不欺凌弱小。何谓无辜？何谓弱小？不加害于人为无辜，无力自保为弱小。何谓加害？大祭司自有标准，何必问我？北疆规矩不同，各部族都有农奴。按中原读书人的说法，这算不算加害于人？我不知道读书人的规矩，但在瓮都城，贬人为奴就是加害。看来你是决意要与北疆人决裂了。大祭司误会了，我说的规矩只会限制在风行城内，其他部落可以按照你们的习俗生活，我不会插手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抢走祖灵赐予我们的草原？事实便是如此，我不想与诸位为敌。来参加这场猎鹿会，只是尊重诸位的习俗，但若诸位不答应，汪都黄泉静候各位的大军。到了兵戎相见之时，我便不会留声。黄泉宗的宗主，收回你的神通吧。你可以打败我们全部人，可你能打败整个北疆吗？我本无意挑起争端，但黄泉宗不会离开洪宫。诸位若决意与我相争，我也只好奉陪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按照北疆的规矩来吧。你若想服众，便赢下这场猎鹿会；若能像苏河那样3场连胜，苏河的草原便属于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黄泉宗的宗主，既然你能为10几万阴魂建安身之所，便不是残忍之人。你想服众，不能只靠毒蛇，向他们展现力量与仁慈，
能多几个朋友，少一些敌人。大祭司知道我收容了北疆人的阴魂，正因这份慈悲，我愿意为你开一扇方便之门。北疆人简单冲动，希望你宽容些。放心，我会证明给北疆人看，我不是为了杀戮而来。宗主，情况有些不对，我们似乎成了所有人的目标。角斗之时，你保护好自己就行，不要离我太远。宗主，碧乐那边似乎也是让中原人出善。就是样子货。陈道友，大家各为其主，得罪了。陈道友，这是不想伤他们性命吗？宅心仁厚，我实在佩服。你是想用这赤莲蛇消耗我的灵气吗？你可知道通玄与钢煞有何差别？庞道友这话问得奇怪。通玄境推开天地玄门，领悟一门独有神通，这谁不知道？我这冰雪神通正好克制火蛇。道友说的没错，这样耗下去不知道何时圆。既然如此，我只好用些手段了。若想活命，便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来北疆究竟有何目的？回答我！饶命！是焚香门让我来的，他们想查涅槃宗在北疆血迹的真相，怀疑陈烨与此事有关，便让我来打探消息。你的神通真是冰雪之术？不是，冰雪只是障眼法，我怕耗尽马力后落入劣势。真正的神通是什么？魅惑。取到头发或血液，做法7日便能操控心神。这神通可有限制？有，修为越高，维持越短。凡人可撑半年，同修为最多1日。若修为高过我，便无效。诸位如果再不投降，那我就不能在手下留情了。突然，给他们分了吧，先救助那几个快死的。哼，怕有毒杀你们。既然诸位已经认输，那这一场便算是我赢了吧。诸部祖灵见证，优胜者黄泉宗宗主。陈道友，刚才那一战你赢了，我们要带庞师兄回去疗伤，你不会不放人吧？庞问既然参加了角斗，如今他输了，我想杀便杀。我们来此也是为了除魔卫道，你竟然下此毒手，我们定要去找5大门派评理。哼，敢问阁下是燃灯派康天意，就是那个造谣生事之后说不服气，就让清河剑来找你的康天意，对吗？你若是杀了庞师兄，你便是真魔头，清河剑派也保不住你。不错，清河剑派保不住我，那焚香门就能保住你了吗？反正焚香门都要杀我多杀几个也算是够本了。不，都是误会，庞师兄只是怀疑你与赤炼魔宗有关，此事还需商量，都可以商量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就与庞道友好好商量一番。你们应该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完全没有意见。陈兄弟，你将他抓来有何用处？这人还有大用处，不过等他醒来再说不迟。陈兄弟，你刚才以雷霆手段震慑对方，他们回去添油加醋的告状，怕是对你的名声更有影响。风道友，你有所不知，他们要的不是证据，更不是真相，所以变设并无任何意义。专门为你而来，
此事说来话长，等着庞问醒来，我会向你仔细解释。宗主，有人求见。宗主，你不要相信她，这口如蜜，实则是毒药的女人。你们不是朋友吗？我以前也以为是，但没想到她一直在骗我。不过你说的不错，这托亚利尔的话也不能尽信。你有听过中原那边的5大门派吗？是跟黄泉宗一样的？不，黄泉宗比5大门派差远了。怎么你们从未听说过？部族里偶尔会有中原人来做生意，但也不曾听过这些。刚才托亚利尔说，你们被天上人奴役。奴隶一直都有，各部战争的时候，战败的人自然就成了奴隶。怪不得北疆人丝毫不感恩中原门派。既然适逢其会，我也就顺势而为了。你出去通知风导友，我需要暂时闭关，请他为我护法。尊主，你曾经与这如今的涅槃宗还能有几个活人？你若是想对付涅槃宗，那如今确实是个好时机。涅槃宗千年以来未曾有过这般虚弱的时候。涅槃宗能称得上厉害的就只有2人，一个是方丈金明和尚，另一个就是他们的传经堂首座云心和尚，都是反虚境界。金明方丈凭借着佛陀之力，能与合道之人抗衡。不过涅槃宗的佛陀出了毛病，所以他们才会与我合作，想趁我练就赤练蛇佛之后，好将我一口吞了，弥补涅槃宗的缺陷。至于那云心和尚，我听慈心寺的光头说了，他的3重法相被打破，也是元气大伤。我估计这2个老和尚都命不久矣，否则也不会冒险弄出这血祭10几万人的计划。尊主，这种大事，要不还是让清河剑派来处理吧。放心，没让你去冒险，但这个线索若是拿到手，先告诉我，我去看看能不能捡点便宜。涅槃宗要我的佛，我也想要涅槃宗的佛。这东西若是用得好了，就等于一个合道境的修士。放在雍红的话，那我们才算是真正的高枕无忧。陈兄弟，你能听见吗？那庞问似乎有些不对。至临蔽日，毒物吞心，万灵之母。刚才他突然就开始说梦话，而且翻来覆去都是这几句。之前多有得罪，还请恕罪。看来庞道主已经想通了，得见大光明，我已明了之前所作所为都是错误。但你就这样回去，你的师弟们问起，你要如何回答？请道友放心，我知道如何说服他们。不过还要请你配合一番。要我如何配合？写一封书信于我。乌克巴尔，你追随我多少年了？28年，从我宣誓为你效忠开始，已经28年了。你愿意为我们整个部族去死吗？愿意。不管头领你要我做什么，我的性命与忠诚早已奉献给你。若是真正相互消耗灵气，庞问未必能熬得过我这18个气海。出门之前，尊主还提醒我不要对手说什么都信，但等到真与人斗法之时，我还是很容易受到别人语言影响。宗主，毕勒求见。这大半夜的，忙完一出又一出，日后必须找个人来替我管理黄泉宗，不然哪有时间修行？请他进来。瓦克格萨，做回官长了，这今天罢了。毕勒头领是想与我和谈？你不热吗？他对宗主不敬，如今我将他交给宗主处置，只希望能平息宗主心中的怒火。齐齐格桑，这人当初是你捏断了肩膀，你来处置好了。开路上着冰上的2不对劲啊，这东西好像没有附身的功效。宗主慧眼，其实这9色鹿只是幻形，并没附身到野兽上的本事。你说过，这面铜镜是当年天上人祭祀用的法宝，能照应出登天之路，如今还能用吗？只是猜测，1000年来9色鹿都是一闪而逝，看起来像是附身到野兽身上，实际上只是灵气不足。若是灵气充足，或许能让它一飞冲天，撞开那通天之门。这是换了心血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大祭司一脉祭祀的祖灵，白骨祖灵。边疆的祖灵，你若真有灵，是有话要对我说。外来之人，你要灭了我边疆的全部祖灵吗？我不愿与诸位相争，但我黄泉宗有自己的道统。但我已听到祖灵消亡时的哀嚎，在你的城市，有人不再信奉我的。1000年以来，
北疆的祖灵应该消散了不少，不管我在不在这里，应该也是一样。有生有灭，这是草原的循环。但他们要封你为王，从今往后，你的意志便是众生意志。只要你不祭祀祖灵，他们也会放弃。长此以往，我等必将全部灭亡。北疆祖灵还有多少？不足200。如你这般能拥有神智的，又有几个？只有我。祭祀千年不绝，我也才刚学会思考。我不准备做北疆之王，你若是不愿意就此消亡，不如加入我黄泉宗，我会为你留一尊神位，可以继续吸收香火愿。生死幻灭乃是自然规律，他们若是不愿改变，信仰消亡也是他们的命运。你的黄泉宗要带人去往何方？个人自有领悟，无需我来指点。黄泉宗只是给凡人从头再来的机会，祖灵也一样。尔等若是不愿消亡，便为黄泉宗护法。只要尔等守我黄泉宗的规矩，我可以承诺宗门不灭，香火不宣。我等愿意归附黄泉。